我不是救人嘎了吗？怎么穿越到古代了？江老弟，这天寒地冻的，你爹不是摔断了腿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吗？你从哪儿弄来的银子，能请我喝酒？谁说我家没银子了？没银子不是还有过冬的粮食吗？我卖了粮食，自然有钱。你就不怕你爹打你？怕什么？我10岁就没了娘，这是死老头子欠我的，还有我那倒霉哥嫂都欠我的。不说这个了，你看这个，我还换了这银簪呢。你不是告诉我花儿想要一根吗？这银簪高低得1、2两银子吧？5两。就你还想送5两银子的银簪给花儿？实话告诉我，花儿早就和我在一起，这银簪老子就提前帮花儿收下。舔狗不得好死啊！但是老天爷，当舔狗的是元神，你惩罚我干什么？好痛！刚穿越，我就要嘎了吗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找到江城了！怎么弄成这样了？哥，嫂子，还认识人？快把人背回去！我居然活过来了！二叔醒了！二叔醒了！小陈，你还好吗？头还晕不晕？还好。醒了就赶紧吃点东西，免得你哥觉得我虐待你。多谢嫂子。我嫁进江家10年，这小子还是第一次说谢谢。嫂子面冷心热，虽然对原身不满，心底里却还是关心的。还有爹，那是咱们一家过冬的粮食。我再去看看山上有没有什么能吃的。娘，我饿了，我也想吃米粥。就这么个混混，竟然被全家人爱着。要不让2个小的吃？你们怎么就这么馋？小米粥是给你二叔补身体的。嫂子，别打，是我的错，我卖了粮食，真转性了？是我没本事，种不出多少粮食。是我，要不是我这腿，咱家也不至于。荒野没粮，又是大冬天的，元神，你真是要带着江家一起死啊！这么好的家人，你怎么就不珍惜呢？算卦系统已开启，宿主可每日未卜先知一卦。我居然有系统了！小吉，小黑山南边山腰，一只迷路的兔子撞死在雪地中，5时之前去，或许会有所收获。中吉，小黑山南峰有数只狍子出没，带上猎弓，或许能有所收获。没想到这算卦还能算哪有猎物，这不是发了吗？过冬再不用愁了。大宗，年迈的狼王被新狼王击败，放逐到小黑山北路。若能取得狼皮，可以大赚一笔，但要小心狼王的攻击。狼王暂时不考虑，先弄点肉回来。他对着空气说什么呢？该不会伤着脑子了吧？我去趟小黑山。你去小黑山干什么？是啊，才下过雪，山路那么难走，你刚醒，身子弱，最近都别出门了。我看这小子是还想死在山上。嫂子，我很惜命，我就去山上看看，看看能不能抓到些野物。你说胡话呢？你连弓都不会拉，还想打猎？我就碰碰运气，不行就打点柴。你回来！还是大哥力气大啊。但是这山，
我必须要急。我天黑之前回来。我还以为这小子变了，结果还是这副模样。江晨肯定不是去山上，是进城，他要卖了狗皮袄。那是咱家唯一还值钱的东西了，我现在就去追。还真有兔子给我捡啊！这小子怎么还活着？哟，这不是我张哥吗？跑什么呀？谁跑了？我是要跟你打招呼呢。这一身袄子看起来也值钱的很，既然没死，就再给我做点贡献。江老弟，你这一身皮袄放在当铺，怕是得当出不少钱啊。今日天寒地冻，不如我们去城中吃酒暖暖身子啊。这小子袭击了我，还当这事儿不存在啊。你这棉服也值个几十钱，不如先去卖了估一壶酒。开什么玩笑，我家里可就这一件棉服了，当了我穿什么？那说个屁！不舍得卖就到一边去，别挡我路。张三坡，你拿石头打我的事情还没过去，这小子还记得吗？江老弟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什么拿石头打你？我可没有啊！我看是你吃酒吃迷糊了，记差了吧？咱们兄弟一场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滚！谁跟你是兄弟？哼！你还抓了只兔子？我娘这2天病了，我拿回去给她补补身子吧。放心。江晨，你干嘛呢？别跟我开这种玩笑。玩笑？那你给我笑。一只兔子而已，至于吗？你不是最讲兄弟义气的吗？义气？你的义气就是每回出去吃喝都是我付钱。我没有。有没有？就看我这把柴刀，知不知道？你拿了我的银簪吧，交出来。什么银簪？江晨，你别血口喷人！不交出，我就杀了你。走！啊！我还你！我还你！江晨，我看错你了，亏我还拿你当兄弟，为了只兔子跟我动刀。吃吃喝喝你一分不掏，整日想着占便宜，哄我卖家里的口，现在跟我说兄弟义气。再说，你都对老子动手，老子还惯着你。都说了，我没对你动手，你有证据吗？这小子是想装傻到底。怎么在你手上？那是我捡的。再说，我吃你的也是因为我家里穷。我要是有钱，肯定天天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现在我家的口粮没了，把你家过冬的口粮分我一半，我就还认你这个兄弟。你做梦呢？那你还不滚？给我等着！胆小鬼！可惜这小子跟我不一样，在村子里还是有点无赖，我不能这么简单的嘎了他。不过张三坡，别以为我们的事儿就这么算了。陈大娘、李大娘、赵叔，居然是这小子，他居然进山了，怎么就没被冻死呢？就是卖口粮换酒肉，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事儿？原身这个口碑在村子里也是独一份的烂了，得扭转一下我在村中的形象啊！哼。好肥的一只兔子，江家小子哪里捡的？就不能是我打的吗？哼，你当赵叔老瞎了眼啊？打的和捡的分不清啊？什么都瞒不过赵叔啊！山上捡的。嘿，不是山上还能是河里啊？对了，
我看到孙金梅带着陈花去你家了，估计是上门退亲去了。你还不快些回家？退亲啊？真退亲啊？那之前收的定亲礼怎么办？孙寡妇那性子还能吐出来不成？而且她也是有理由的，拿过冬的口粮换酒肉吃，谁敢嫁呀？江家小子，赶紧回去吧，不然你之前送的礼全打水漂了。好，我先回去了。退亲好啊，原生舔的女神陈花，实际上早就和张三坡混在一起了。他那个老娘也是个泼妇，还狮子大开口要求20两银子的聘礼。原身也是傻，这种女人也要。我反正不会跟原主一样继续舔了。亲家母，你再考虑考虑，小陈是真的变了，今日一大早就上山打猎了。哼，打猎？拿出去换酒肉吃吧。不用多说，今天这亲是退定了。可当时咱们说的好好的，还给了定亲银。当时说的可是20两银子的聘礼，聘礼呢？没有聘礼，还想求婚？亲家母，再商量商量，就这么退亲，对你家丫头名声也不好，总有法子的，不是吗？要我说，就你这儿子，谁嫁谁倒霉。你说谁倒？哟，是江晨回来了啊！既然江晨回来了，那我也就给你江老哥透个底。看在乡里乡亲的情分上，也不是没得谈。亲家母有什么要求，快说。成亲也可以，得加钱。还加钱？我们家20两银子拿出来已经很难了，亲家母你想要多少钱啊？30两。这老寡妇也想不出来，30两银子，这是娶县城大户闺女才有的聘礼，我们一个乡下百姓家，哪里拿得出来？1年后，我带着聘礼去提亲。爹，30两银子，咱们到哪儿去弄啊？当初我嫁过来，可是一点聘礼没有。别说了。等开了春，我养好伤进二黑山林一趟，打2头野猪，再找些其他猎物，应该就够了。爹，你这身体还要上山，会死人的。我这把老骨头死就死了。你弟弟要是娶不到媳妇儿，我哪有脸去见你娘？实在不行卖2块地吧，你不能上二黑山。你疯了！卖了地，我们吃什么？卖一半，留一半，总归是饿不死的。原生哥和爹如此溺爱原神，饿不死，饿不死，老娘现在就要饿死了！你们家闹够了没有？快点给我个准话！好大一只！我儿厉害，都能打到兔子了啊！亲家母，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小陈是真的变了。等会儿割条腿，亲家母带回去，给大花补补身子。这1个月没见，都瘦了。才1条腿啊！一半，切一半回去。贪心不足蛇吞象啊！不说这个了，丈母娘，你刚刚说的要30两银子的聘礼，没错。我不同意！你别放混！大花长得这么标致，是该30两聘礼，不多的，不多的。就是啊，爹，大花长得这么漂亮，30两怎么行？应该50两才够。50两，把全家的田地都卖了，都凑不够啊！我已经被陈花迷傻了。江天，赶紧把你弟弟带进去。等等，我觉得小陈说的对，30两还是少了，就应该50两。亲家母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50两银子我到哪儿去弄啊？那我不管，反正你儿子想娶我女儿，就得这么多钱。你好好想想，除了我家花儿，还有谁愿意嫁你这不成器的儿子？对啊，就得50两，否则就对不起花儿。还有这只兔子，分的也麻烦，婶子你全带回去吃。算你懂事，但你记住了，就算是给了50两的聘礼，花儿嫁给你这泼皮，也是你占了便宜。你在干嘛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娶花儿，是你这泼皮占了便宜，难道我说错了？你敢骂我啊？这亲老子不结了！
怎么就突然不结了？谁让你刚叫我泼皮？孙婶不知道，我最讨厌别人叫我泼皮了。你这么鲁，这亲不结也罢。叫你一声泼皮怎么了？村子里谁不知道你是泼皮？这么跟我说，你还想不想？好，好，好，还叫！看我今天敢不敢砍你！你别想我把女儿嫁给你！你等着，你来求我的时候，那就不止50两了。你刚刚是装的？当然是装的。天天叫我泼皮的人多了，我要天天生这么大的气，不得把自己气死。这下可怎么办？再过去，恐怕真的50两银子都不够了。爹啊，50两咱家得多少年才能攒出来？为了娶个女人，卖田卖地，掏空一大家子，图什么？可你刚刚还主动说要给50两聘礼。我就逗逗他们而已。今日这事儿过了，他们下次说媒，说不定还敢要50两银子的聘礼呢。日后上门提亲能达到这个标准，怕是很少喽。什么很少？方圆百里的普通人家，我都没听说过娶亲要给50两聘礼的。要是过2年陈花嫁不出去，怕是得埋怨他娘说错话了，那就跟我无关了。小声点。今天我就是要让全家人对我改变看法。你呀你，真是一肚子坏水。可今日痛快了，日后你到哪儿娶妻呀？爹，您就别操心了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？再说，要真娶了陈花，家中没钱，我留得住那种人吗？老二现在的名声，能娶妻就不错了，哪里还能要求这么多？爷娘，我听说二叔打了兔子，在这儿呢。哇，好大一只，晚上可以吃肉喽！吃肉肉！吃什么肉？这要拿去换粮的。还是自家吃吧，正好炖了给爹养养身子。能文和小瑶也正在长身体呢，之后我再打的猎物，再去换粮。我可不想再喝粟米粥了，只能喝个水饱，完全不顶用，打猎都没劲儿。小陈打回来的，他说吃就吃吧。成。娘，兔子！什么兔子？江晨说的要把兔子给我们的，你忘了拿了。你做什么白日梦？他都发疯了，还能把兔子给你？回去喝粥。我不管，我要吃肉！都怪你，为什么要说那种话？叫他泼皮怎么了？你本来就是个泼皮无赖。50两银子的聘礼，50两，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银子。你急什么？别看他现在发疯，等他娶不到妻，有他急的时候。明日一早，我就找媒人给你说媒，见到媒人上门，他肯定要跪着来道歉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不过50两就打不住了，得80两。其他的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，跟之前一样，要着他就是了。那今天吃什么？唉，家里还有点猪油，给你做个猪油饭。快来，可以吃了。好香啊！爷爷先吃。爹，您伤还没好，多吃点。哥，嫂子，你们最辛苦，多吃点。不用，我喝点汤就行。吃吧，明天还有呢。这个谁要？我。等等，我记得以前有些人一直说我坏的。二叔最好了，二叔最好了。小云天天给家里干活，也辛苦，吃个最大的。谢谢二叔。吃吧吃吧，不够还有。这还是我家江晨吗？怎么变了那么多？
这泼皮人设也不能崩太快啊，要不江有林和江田该找人过来驱邪了。行了，剩下的就全是我的了。这才是我的儿子。没有调料，也没去腥，不知道吃起怎么样。好吃，不过还是麻辣兔头好吃啊，炖着还是差点意思。还是不如烧鸡好吃。你们谁吃？我吃，我吃。他爹，小陈好像真的变了一点。当然变了，以前他要是捡到兔子，肯定拿去卖了。今天舍得拿回来，这还不算变。你没看见他分肉的时候，爹都擦眼睛了。是变了，变得太突然，我反倒有点怕。怕什么？你说，老二会不会想把爹哄开心了，回头就去要田契？现在家里值钱的就剩那几块田了。瞎说什么？小陈不是这种人。就是二叔是好人，肯定不会这么干。死丫头，一只兔腿就把你收买了？我说，你要不去看看，爹要是真糊涂了，你也好劝两句。劝什么？那都是爹的田。就算给了小陈，我能说什么？睡觉。可是，爹，这就是家里的田契，给你哥哥嫂子留2亩，其他的你就拿去吧。跟陈华好好说说，我看那姑娘也挺看重你的，哄一哄就好了。直接把田契给我，让我去哄陈花当舔狗，穿越前没当舔狗，穿越后反倒要当舔狗，那不是白穿越了吗？爹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不是来要田契的，我是想学学怎么布陷阱，就能抓兔子的那种。你来是为了学怎么布置陷阱？我今天捡到兔子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兔子洞，我想着，要是在旁边布置陷阱，可能还能抓到兔子。我要是能抓到猎物，那之后出去肯定是最威风的那个。原来是为了面子，那就合理了。要真是没荒废的兔子洞，倒是可行。还是明天早上再说吧。这夜晚点着油灯费钱。哦对，那我明天再学。还有射箭，爹教我吧。能带着弓游街，那才叫威风呢。教，现在先去睡觉。小儿子竟然主动要求学射箭，虽然只是觉得猎户很威风，但只要一步步来，未必不能将其引入正途。照这个进度，大概明天就能再卜卦一次了。还好我来了。要还是原主，怕是用不了2年，这家业就被败光了。还是先学设陷阱，否则再出一个现实的挂齿，来不及去就亏了。今天有肉吃吗？用昨天的骨头炖的汤，煮了野菜糊糊，香得很。好耶，我要吃。那骨头昨天明明啃得干干净净，竟然还被拿来炖汤，真是一点也不浪费。虽然是一家人，但多少有点膈应。有钱了还是得整点细粮，粟米实在难吃。爹，昨天二郎去你房间干啥了？我看你们还点了灯。说他捡那只兔子的时候，发现旁边有个兔子洞，让我教教他怎么做陷阱。没别的了吗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是什么？兔子！二叔，你还要去抓兔子吗？
我只是去布陷阱，不一定能抓到。还没抽签呢，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有收获。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，顺便打柴？我就随便转转，别跟着我。捉兔子好，我去把那半边兔子和兔皮拿去换点粮食，应该还能再撑2天。他爹，你就先不急着去借粮了。成。来来来，我教你怎么弄套索。捉兔子这种小走兽不用太复杂。怎么样，会了多少？差不多都会了，一会儿我去试试。小吉，小黑山脚下数只山鸡常在灌丛中取暖，傍晚靠近或许会有所收获。中吉，小黑山南面正有狍子出没，带上猎弓或许能有所收获。大凶，曾经的狼王被迫来到了小黑山北路，若能取得狼皮可大赚一笔，但需小心狼王的攻击。2个挂签竟然没变，看来狍子和狼王都没走啊。等着，等我学会射箭，你们都跑不了。还是这种不需要任何技巧的捕猎适合，能抓多少算多少吧，反正明天还能补挂。二叔，你是不是要去抓兔子？对啊，带我去，我也要去，我也能抓兔子。那山鸡窝就在山脚下，不算远，有2个孩子帮忙，说不定能在山鸡炸窝前多抓1只。二叔带我一起，带我一起。带你去可以，但必须听话。要是不听话，我立马把你送回来。好，听话，我一定听话。小云，要不要一起去？我去帮着看着弟弟。哼，我已经7岁了，才不需要你看着。啊，姐，你掐我干嘛？这样就能抓到兔子吗？等着吧，说不定就有兔子钻进去，只要被套住就跑不了了。捡点柴，没事的话我们就下山。二叔，我们还没见到兔子呢。明天我带你们来看陷阱，说不定能看到活着的兔子。啊！咦，山鸡脚印！哪儿呢？真的有！二叔，附近会有山鸡吗？往这边去了，跟我来。踏进山坳，北风立刻熄了，难怪山鸡会躲在这里。二叔，这里有山鸡吗？有毛！山鸡！二叔，这里肯定有山鸡！山鸡怕冷，现在肯定躲在那堆灌木下面。小云，你去左边，能文，你去右边。等我拨开杂草，你们就上手抓。嘘。小云真厉害，走，今天晚上有鸡汤喝了。二叔，怎么办？还跑了几只？剩下的下次来抓。明天我带你们来看陷阱，说不定能看到活着的兔子。什么事儿这么开心？你不知道啊，孙寡妇跟说媒的王婆打起来了。咋回事？孙寡妇今天一早就找人给她女儿说媒，光棍汉没人上门时，就带了个隔壁村的光棍汉，结果陈花张口就要50两银子的聘礼，把王婆气得够呛，说她怎么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？是他做得出来的事儿。孙寡妇张嘴就骂媒婆长眼珠子不如长痦子，王婆又说他们一家几口打包卖了都不止50两，两边当场就打起来了。那光棍汉白跑一趟也动手了，活该！
自作孽不可活。听说王婆走后，孙金梅和陈花又吵了一架，不知道打没打起来。50两啊！那孙寡妇也真敢要，多少人一辈子都没见过50两。王婆还说呢，以后保证十里八村没一个敢上门给她女儿说媒的。看来之前他们张口要30两，不是故意宰人，是真觉得自己值这个价。不过这和我没关系，这种人还是离得越远越好。咋了这是？摔了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摔一跤怕啥？过来，娘给你揉揉。鸡跑了，鸡跑了！什么鸡？山鸡，我抓住了尾巴，结果它一下子飞跑了。真是可惜了，怎么不让你二叔帮着抓？二叔抓了，我也抓了，就他抓的跑了。你们抓到山鸡了？有4只呢。还有4只。真有4只啊！你们怎么抓到的？这东西能飞能跑，平常很难抓到的。二叔可厉害了！我们下山时，他看到了山鸡脚印，就跟着脚印去了山坳。我们在灌木丛找到了鸡，二叔一个人抓了3只，我抓1只，就弟弟没抓到，让鸡跑了。竟然找到了山鸡窝，你们运气不错啊！山鸡会挤在一起取暖，确实好抓得多。才不是运气，是二叔厉害。这丫头已经完全被江辰收买了。二郎，这山鸡你准备怎么办？吃啊，还能怎么办？晚上先炖1只，喝汤，明天再炒1只，吃肉。这灾荒时节，哪有人一天舍得吃1只鸡的？二弟，家里没粮了。哼，那剩下2只你们处理吧，反正我们仨抓的，我们要吃2只。那成，正好我今天挖了点苦根，可以一起炖着吃，2只也能换20多斤粟米呢。那我明天进城一趟，把剩下2只换成粟米，顺便把柴也卖了。爹呢？去村口练功了，说要活动活动身体。这大冷天的他还出去？我上山可都是穿老爹的狗皮大袄。大冷天咋了？我身体硬着呢。爷爷，你看二叔抓的山鸡，不错。不过打猎可不是靠运气就成的，别太得意了。明白。嫂子，挑1只最肥的炖了，给爹补补身子。哼，德行。吃吧。这可比炖兔子好吃多了，好鲜！这怎么做的？就多撒了点盐，没别的。怪不得昨天的兔子没滋没味，原来是没放盐。今天能换粮了，嫂子马上就多撒了1撮盐。好吃，好喝。你1只鸡没抓到，还好意思吃这么多？你不吃我就吃完了。就你话多，鸡肉还堵不住你的嘴。我可是抓了1只的，二叔还夸我了。行行行，你也吃鸡腿。大哥，你明天怎么去县城？当然是走着去。明天我卯时前就出发，天擦黑应该能回来。官道多年未修，早已破烂不堪，路极难走。本来还想去县城转转的，还是等以后借1辆驴车再去。我明天懒得出门了，你可以穿爹的狗皮袄。好，明天跟我学射箭，学会了我把弓给你。真的吗，爹？你以为射箭那么容易学的？你要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以后别想碰弓了。我保证好好学。竟然连着2天吃肉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我现在感觉身子都轻快多了。你之前还说小陈想骗田气呢。以前小陈那德行，
我哪敢信他突然就变了？你呀，小陈都18了，该开窍了。是，开窍了。要是他每天都能抓到山鸡，咱们日子就好过了。做什么梦呢？以前咱爹身体好的时候，10次上山有8次空手回来，还想天天捡山鸡。也是，还是运气好。你说二郎要是想当猎户，那之后家里的田不就都归我们种了？归我们种？种出来的粮食也得分给小陈一半。那也成啊，给别人当佃户只能分3成呢。对了，你平日留意着，要是有合适姑娘，再给小陈说说。放心，我打听着呢。要是二郎能每天打到猎物，也不用我打听，别人就找上门了。江大郎，昨天我可是闻到你家飘肉香了，这不年不节的，咋吃上肉了？可不是嘛。山鸡，江叔伤好了？不是，我弟弟上山打的，一共抓了4只，昨天炖了一只最肥的，那滋味。卖吗？不卖我带出来干啥？看在同乡份上，120文一只，你要的话我还省得去县城了。120文，这价钱可不低，抵10几斤粟米了。这可是跟你打的折，我拿到城里的酒楼，起码也能卖150文，那还是算了。今年收成不好，官府又新增了征验税，过冬的粮食都不够了，你还是去城里卖吧。二叔，能文，怎么了？二叔，昨天我们设的陷阱你忘了，赶紧上山去，别让兔子跑了。太冷了，我一个人去，你就别去了。等天暖和了再带你去。小吉，小黑山山顶，2株5年之天麻成熟，前去或许有所收获。来了，狼群和狍子呢？中吉，小黑山南面正有个狍子出没，带上猎弓，或许能有所收获。大兄，被逐出狼群的狼王正在小黑山北路，若能取得狼皮，或许能大赚一笔。但现在他正处于饥饿状态，靠近时小心被其撕成碎片。狍子仍然在呢，可惜我还没办法对付。不过老狼更加危险，要是他死了，这大凶事件说不定会变成大忌，到时候还可以白捡一张狼皮。天麻好像是名贵草药，可惜在山顶，恐怕温度还会更低啊。还是把天麻的挂签取出来，免得占明天卜卦的位置。今天风可大，你上山可受不住。我受得住。后面的天会越来越冷，怕是没办法带他上山了。那行，跟着我吧。小云去吗？娘也出去了，我在家照顾爷爷。好，是个懂事孩子，乖乖在家等着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打猎没那么容易，这才是猎户的常态，10猎9空。还说去山顶挖2株天麻，算了，能文估计扛不住。这大冬天的，去山顶人少，就算我今日不去，应该也没人挖走。二叔，要不要去山鸡窝看看？行。行了，要是上山就能抓到兔子山鸡，那不是家家户户天天都能吃肉了？好吧。我听说你家老二把家里口粮都卖了，你都能忍？就卖点粟米而已。昨天二郎从山上打回来4只山鸡，进城能换不少粮。4只山鸡？昨天是你家炖鸡，我说怎么总闻到肉香？
还以为饿昏了头呢。可惜了，一只鸡能换10好几斤粟米呢。本来我也说留着换粮，二郎说爹和2个娃娃正养身体，不能省，就留了2只，今天去换粟米。昨天炖1只，今天再炒1只吃。前天还打了1只兔子，也炖了。不过要我说，还是鸡肉香。那肯定的，冬天的山鸡都在养膘，肯定又肥又香。我说你这2天气色怎么好？原来天天吃肉啊！主要是我们家二郎有本事，我跟着沾光罢了。先别急着拉弓，接住，先掂量掂量，熟悉熟悉。箭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你得知道它哪头沉哪头稳，放出去才不打晃。弓给我，给你。这是2弹弓，你要是能稳住半个时辰，就可以试射了。胳膊别绷那么紧，用背的力，臀肩、坠肘，腰要像开春的柳条，看着软，实则有韧劲儿。爹，这可不简单啊！继续，夹好，别掉了。跌了，盯住眼神，看着这树疤，这就是猎物的眼睛，看着它，直到在你眼里大如磨盘。以后你每次打猎回来都要揉搓肩膀，最好泡个热水澡，否则年纪大了会留暗伤。爹，再来。小儿子这次真不是3分钟热度了。下一个练灵动。猎物是活的，所以你的眼睛也要活，盯着罐口，我往旁边扔石子，你眼珠跟着石子，但不能脱离罐口，手不能动，弓不能晃。穿越后，我的感知好像比常人强。聚精会神时，这种感觉更明显了。行了，再试试放箭，对着那棵老槐树，别想着射中，先让箭能直着飞出去。不错，多练练应该能有我几分本事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出去耍威风了。若是刚刚力道足够，我本该命中树疤正中心，还是得多练啊。每次回收的箭都要重新保养，箭子打上松浆，维与理顺，才能多用几次。好，我没什么可以教你的了，你只能自己练。你好好对它，每天记得用松香擦1遍。谢谢爹。爹，二郎正好，快准备吃饭。娘，今天有肉吗？想什么呢？哪家能天天吃肉？哦，早知道昨天少吃点了，留着今天吃。不过今天我用菜根炒了鸡杂，放了点猪油。二郎，另一只鸡明天再吃吧，吃多不消化。那明天可得做。嫂子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要是口淡了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啊！我要吃，我要吃！急什么？等你爹回来。爹，快吃饭！等等，我先把粮食送进去。行了，赶紧来吃饭，都等你呢。粮价又涨了，2只山鸡加上卖柴的钱，一共300文，才买了26斤粟米。这么点儿，26斤粟米，即便一家子省着吃，恐怕也只够吃10几天。嫂子别急，明天我再上山一次，打点猎物就是了。爹给弓给我了，以后我可不止猎山鸡了。袍子总在眼前晃悠，如今我学了射箭，该考虑将它们拿上餐桌了。要是打上一只袍子，应该能够吃好多天了。哪有那么容易？安心吃饭。就算打不到猎物，上山也比偷家里东西出去卖强。命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山民
是指我的身份吗？小吉，天黑之前带着鱼叉或渔网前往金石潭，或许能有所收获。中级，小黑山南面正有狍子出没，带上猎弓或许能有所收获。大凶，小黑山北路来了一只孤狼，正处于极度饥饿状态，必须小心靠近，否则容易被撕成碎片。看来卜卦的范围应该就是围绕着我的命星了。日后若是身份改变，说不定卜卦的方向也会变。而激活命星好像也需要条件，感觉这龟甲的秘密颇多。金石潭常有鱼虾，味道比河流里更加鲜美。鱼肉也是肉，今天的计划就是采天麻捉鱼。二郎，上山去。上山去看看，能不能再搞点肉。先吃早饭，我去再给你准备点菜团，淋点鸡油，顶饿。谢谢嫂子，我今天可能回得晚点，吃饭不用等我。若是时间充足，还可以去山南边看看，看看能不能发现狍子的踪迹。要是能省下一枚挂签的机会，也能多一次收获。还会说谢谢了，真是变了。又上山去，这泼皮真感性了。可小声点儿，孙寡妇就是叫了他一声泼皮，被他追着砍呢。小陈啊，上山打猎，叔说着玩呢，你别在意。这泼皮的人设还挺好用。这哪里改姓了？他抓的怕不是山鸡，是谁家养的吧？不可能，我亲眼见着江大佬拿现成卖的，就是山鸡。你意思是他真的会打猎？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老姜的儿子会打猎，有什么奇怪？狗屁！你们不知道，我可知道，他那只兔子是撞死的，被他捡回去的。我上次可见过那兔子，还有那几只山鸡就趴在窝里，小孩都能抓住，这也算是打猎。要是我早点上山，那只兔子就是我的，还想让我还银子，没门儿！哼，张三坡啊，那不是你兄弟吗？怎么刚刚躲在路边也不上去打声招呼？谁跟他是兄弟？我们已经恩断义绝了。这样啊，那看来江晨确实改姓了，不跟你们来往是好事儿。陈满仓，你什么意思？藏在石头底下吗？卦象说天麻须与朽木菌类共生，看来就在这儿了。原来在这儿，5年生的天麻，应该能值些钱吧？说不定之后还能再生2株，这趟上山不亏。卦象说那是一条要死的鱼，鱼叉的要求应该也不用太高。比我预估的还大，不错，就是邪失了，太冻得快点回去了。好大的鱼！这是江家老二又带东西回来了。江二郎哪儿抓的这么大的鱼啊？就在金石潭，我运气好抓到一条。这小子运气这么好。江晨兄弟，真是好大一条鱼啊！一边去，几天没见，怎么这么生分？你这腰上揣的是什么呀？别又捡了一只兔子吧？让我看看呗。滚！打人了！我就问问你打人干嘛？江晨，你有本事了，就不认当初的兄弟了？这是胡搅蛮缠上了。这张老三心眼坏得很。江二郎靴子都湿透了，不赶紧回家用热水泡，过会儿该冻伤了。这是把之前撒泼耍赖的手段用到我身上了。这两人不是关系挺好吗？怎么闹成这样？现在江家小子要感性，不想再跟这泼皮扯上关系。这要是被绊倒，和张三坡缠斗一团，那才是真落了这泼皮的下场了。姓张的，你是欺负我们家没人是吧？谁欺负谁？明明是你儿子打我！别拿泼皮那一套对付我！老子是泼皮的祖宗！爹！
跟我玩泼皮无赖着？给我滚！尿了！真的假的？这么大人还尿裤子了？走，回家。二叔，有人找。谁啊？原主此前并没什么朋友，除了那些泼皮无赖，难不成是张三坡丢了面子，又上门来找麻烦？跑什么？放开你想干什么？没事儿，就出来看看谁找我。二郎，莫要冲动！咋回事这是？我以为是谁来找麻烦，没想到……敢问姑娘芳名？沈燕秋。秋叶林燕，研墨作诗，好名字啊，比那些大花二花好听得多。这三山村绝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，没想到传言中的泼皮还能说出这种话来。看来传言也不能全信，就是这么直白的夸奖。二郎这跟变了个人一样，说话跟戏台上似的。对啊，这不是古装剧，我也不是身穿白衣的翩翩公子。沈家丫头啊，你这大晚上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听说，抓了鱼。是抓了，你想要？我爹爹最近生病，想换些鱼肉炖汤，给他补补身子。这是2斤粟米，能换点鱼尾巴附近的肉就行。原来是换鱼肉啊！鱼尾巴哪有多少肉，还全是刺。正好我才把鱼头剁了下来，炖汤最适合不过。我马上给你拿过来。多谢婶子，我家粟米不多了，给钱可以吗？一个村的，计较这些干啥？来，进屋来，我给你拿。我有这么可怕吗？这沈燕秋听说是避祸来的，人看着还挺漂亮，挺特别的。算了，当务之急是准备过冬的东西。婶子，这太多了，上面还带着好些肉呢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一个村的，客气什么？可这实在太多了，我不能要啊！我爹教导我，不能平白受人恩惠。别客气了，主要是婶子也有事求你。听说这江家二郎因为名声不好讨不到媳妇儿，陈婶子不会是要把我介绍给江晨吧？虽然江晨长得不差，又有打猎的本事，还能说出秋叶林燕研墨作诗，好像跟其他的村中百姓不同。可是江晨名声太差了。沈姑娘，就是我家那孩子，我还没准备好嫁人呢。江能文儿，咋了娘？就是他爹给取名叫江能文，盼着他以后能读书写字，可到现在还没读过书。明年开春，我想把他送到沈先生那里读书。啊，原来是这事儿。和爹爹逃难到三山村后，爹爹确实会开私塾教孩子们读书写字，只是这2年年景不好，没什么人来，倒是没什么问题。我刚刚在胡思乱想什么？沈姑娘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没什么，陈婶子，你说的事情没问题，哪怕爹身子不好教不了，我也能帮忙的。那感情好，沈姑娘放心，等明年开春孩子去的时候，肯定还会教书，那叫什么来着？束修。对，就是学费嘛，反正就是这码事儿，你看行不？当然可以，这孩子也到了该读书写字的年纪了。二郎，这大雪天的，你把沈姑娘送回去。不用麻烦了。没事，走吧，我给你拎着。你很怕我？我没有，只是觉得你和传言中的不一样。传言中我是什么样的？泼皮无赖，这都是他们说的，我可没这么说。那实际呢？有点凶，但知理，还会打猎，是个有本事的人。你读过书？读过一点。我感觉你其实挺适合读书的。
你说的话，那些都是从戏台子上听来的。能记住这些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原来陈花他们家的祖宅被沈家妇女买下来了。也是，这种乡下祖宅也不是田地，买的人确实不多。我到了。爹，你怎么下床了？我只是染了风寒，又不是要死了，总不能天天躺在床上。下着雪，你出去做什么？我听说村里有人抓了条大鱼，就拿粟米去换了鱼头和鱼尾，给您炖汤补身子。我身体好得很，哪里需要补？家里的粟米不多了吧？没事的，爹，咱们省省够吃一冬了。秋儿，真是苦了你了。想着当初来三山村的时候置办了宅子，吃的也是精米，可是办私塾猪灸还是挣不了几个钱啊。我可怜的秋儿，本来应该在都城当大小姐，跟着爹爹不辛苦。等我风寒好了，进城一趟，还有一些贴身之物能变卖，主要是还得抓点药。等再下2场雪，可就不好上县城了。好大的鱼，这大冬天的，鱼儿不好捉吧？是村里的一个叫江晨的猎户捉的。江晨是那个卖光了家里过冬考粮的泼皮？爹，你不是长娇女儿，人言可畏吗？我觉得她跟传言中不一样。秋儿，你可别被她的花言巧语骗了。此类不学无术之徒，最是会哄人了。爹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去炖汤，您再歇会儿。秋儿，以后别去见他。爹爹说的也没错，确实挺会哄人的。我就不，我不要读书。必须去，开春就去，不然老娘打断你的腿。你再犟，以后家里的肉你就别想吃了。二叔，爹呢？房里。爹，来，这5支箭我都重新磨过了，现在就算你力道差些，50步内也能穿肉破皮，不过耐用性差了很多，最多用2次就废了，省着点用。正好拿这些箭去解决狍子。好，那我多去院里练剑。二郎，那沈家丫头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跟嫂子还不好意思啊。不过啊，虽说她长得俊俏，可她瘦弱了点，怕是不好生养。若真的娶了妻，你可得给她养得白白胖胖的再生娃。这村里百姓的想法果然直白。嫂子，这事儿先往后放放吧，我得去睡觉了。我现在身无长物，名声也不好，就算我俩看上眼，沈家也不能把沈姑娘嫁给我。算了算了，还是先不想这个了。做得不错，勤学苦练，慢慢来就成。你自己练习吧，练好了可以试着上山看看。不过别着急，才下了大雪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发力技巧再强，技术太差也不成。平时还得多吃肉，好好补补。饿了，吃饭吧。行，中午吃肉。小吉，小黑山南面，一只兔子被困，前去或许有所收获。小吉，小黑山南峰正有狍子出没，带上猎弓，或许能有所收获。中凶，狼王已数日未进食，若能取得狼皮，或许能大赚一笔。但冒雪上山，可能遇见危险。又有兔子被困，这天气怕是已经冻硬了吧？大雪封山，狍子换了位置，所以挂签重新刷新了。看来上次取走的挂签已经失效了，
不过看来狼王是真没在小黑山找到足够的食物，加上本就带伤，或许已经没多少活头了。等雪停了，说不定有机会捡到一张狼皮。今天不能上山，其他2个目标都会躲，只有冻僵的兔子明天还会在原地，到时候直接过去捡就行，提前拿没有任何风险。坑货系统哪是什么被困，分明是我之前设的套索中了，可惜浪费了一次机会。不过今天本来也上不了山，算了算了，明天再看看吧。小吉，雨后金石潭中有不少新货，前往或许能有一些额外收获。虽然卜卦显示小吉，也并非毫无风险。上次系统让我去抓鱼，就差点淹死，万一不经意间栽了跟头，那可就惨了。还是不去了吧。小吉，小黑山南面正有狍子出没，带上猎弓，或许有所收获，但积雪未消，赶路或许有些困难。这个好，赶路而已。狍子我来了。中凶，狼王已数日未进食，若能取得狼皮，或许能大赚一笔，但需小心他的临死反扑。你这就出门了？没错，去碰碰运气。不用急，第一天先找踪迹，别想着一击即中。知道了，别等我吃饭。系统指示的方向就是这里，没想到竟然是3只。不担心，能猎到那只公的就足够了。狍子脚也是值钱的很。就是你了。你小子寻踪的手段比我认识的一个人还强，就是剑术差了点儿。小子，你可能不认识我，我是贾凡。贾凡，我听我爹说过，是村里另外一家猎户，我爹以前的老对手。跟踪我，我来的时间可比你早，只是你运气更好而已。而且我把公袍子让给你了，公的归你，母的归我。小的嘛，谁打到归谁。公袍子还在往前跑，母袍子却已毙命，我哪有时间去追幼袍？怎么了？你不是追小狍子去了吗？狼王，他竟然在这儿！要是找到狍子之前碰上狼王，说不定我就成猎物了。果然老狼比人还贱，得找个时间把他猎了，否则以后哪敢上山？还不快跑！这是狼王！他要是吃不饱，说不定就开始猎人了。一起走，一起走，不然他可能会追上来。怕了，也是，第一次见到野狼王没吓尿，算你胆子大了。我只是没见过这么大的狼而已，有什么怕的？好，好，好，你没怕。行了，早点下山吧，他不会在山上待太久的。我要猎那头狼王，一起吗？哼，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你不要命你就去，我可不去送死。那种老狼越老越奸，会骗人，会设陷阱，会统御一整个狼群。山里是他们的主场，最好别惹。这次算我承你的情，下次若是发现猎物，我喊你一起。你要是死在狼王手下，我给你添一铲土。贾凡不知道，狼王是被逐出狼群，
没有同伴，而且已经太冷了。一只幼狍子，不够他吃多久。好好准备，未必不能杀。狍子哪来的？当然是打的，没看脖子上插着剑吗？小黑山竟然还有狍子，江二郎真把他爹的本事学去了啊！厉害呀，江二哥！看来村民看到我的改变了，终于没人再叫我泼皮了。年纪大的就叫我江二娘，年纪差不多的都叫上江二哥了啊！二叔，爹和爷爷担心你，让我来看看。没事儿，你二叔弄回来狍子了，咱回家。爹，二叔打了只狍子。狍子，真是狍子，这是你打的？难不成是他自己撞剑上的？晚上吃烤狍子肉，让嫂子多撒点盐啊！江二郎，狍子肉卖吗？对呀，江二郎，卖一点吧，让我们也尝尝鲜儿。今年都没吃上肉，这可是正经野味，能买点过年再好不过。问我哥，我先看看怎么处理，要是卖肉，一定跟大家说。哎，小陈，这真是你打的？多久没听说过村子里的人有人猎到过狍子了？别人猎不到，不代表我猎不到。狍子身上的这剑还是爹特意磨的。果然，小陈真厉害！这些天，弟弟性子还和之前一样，可本事却一天一个样。家里现在根本不缺肉吃，把这狍子卖了，过冬的粮食应该也够了。江晨刚刚和村民还说让我决定怎么处理，真是长大了。真是狍子，怎么找到狍子的？运气好而已。打猎运气确实重要。那咱们明日拿城里卖了。你还没娶妻，卖的钱你留一半，剩下买粟米应该够吃一冬。不成，剥皮吃肉，留一半，剩下的在村里卖了吧。留一半，一半得有20多斤肉，吃到什么时候去？村子里哪户人家这么吃啊？以后中午晚上都要有肉，一天按1斤肉的标准吧。平常时节，地主家顿顿吃白面都算奢靡，江晨竟想一天吃1斤肉，说出去怕是要被戳着脊梁骨骂的。爹，这不行吧？寻常人家1个月吃1次肉就不错了，咱家里10日吃1次如何？李正他们家也就这个标准了。你放心，卖狍子的银子给你留着，日后娶妻用得上。连老爹都反对，看来一时半会儿说不通了，只能搬出之前的人设了。打了不吃，那我打猎干啥？不如继续当个泼皮算了。好，按你说的来，别变回去。吃一半，不还留了一半肉卖吗？也不至于饿肚子。我就说卖钱哪有吃到肚子里实在？你们俩说是吃了还是卖了？想吃的举手。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。我也想吃肉。你们看，都想吃肉，可不是我任性，3比3，吃一半留一半，正好。反正都依你，不过这狍子我可不会弄。我来。这剥狍子皮可是门手艺，破了就卖不上价了。可是爹，你的腿……其实好的差不多了，咱家也是越来越好了啊。
行了，爹，好好撑着吧，别刚好点就折腾，一会儿骨头长歪了。行，那我坐着剥。行了，弄好了，小陈，你来挂起来晾干。正好，明天我去县城，顺道卖了。你想去城里？没错，我之前可是找到了一株双生天麻，正好进了城卖掉，再买些精米精面回来，天天吃素米，实在有些熬人。顺便也试试，若是去了县城，系统的卜卦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会不会有其他的结果？你一个人去吗？上次江晨去县里，可是把义东的口粮都卖了。要是再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，变回以前那副样子怎么办？爹，你放心吧，我去卖了狍子皮，还有那只兔子，顺便把粟米换回来。既然你都打算好了，就去吧。卖皮子去东市的皮货铺，你说是江家的，给的价格公道。好嘞。爹，那在哪儿能借到板车？这么近，要什么车？到县城快30里，在爹眼里居然是这么近，去用双腿就算了，难不成我换了米面还要扛着走回来？我还得扛着粟米回来啊！那你明天去李正家去招呼一声，他家有驴车，你明天拿上2斤狍子肉去，他应该借你。你会赶车？不会。那让你大哥还有巧翠跟你一起吧，正好把过冬的东西买齐，再下2场雪也该彻底封山了。行。陈叔在吗？江晨，你来干什么？原主什么时候得罪他了吗？不管了，今天都是有求于人，还是不要起冲突为好。陈大哥，我这不刚打了狍子，给你们送点肉来。你运气真不错。江家二郎啊，进来坐。你有心了，打了狍子还想着送点来。玉堂，你去把肉收好。二郎啊，坐会儿，喝杯热水。陈叔，我就不做了。今天来主要想借您家的驴子，用1天，明天进城一趟。可以，要板车吗？能有板车最好了。回来可能要少买些东西。成，我让玉堂把车套好，明天一早你过来取就是。谢谢陈叔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爹，你借他车干嘛？这冬天路多难行，伤到驴子咋办？你都把肉收下了，我能不接？爹，你说要是江晨真改了，咱们还能拿到江家那块地吗？那可是王大人点名要的风水宝地，最迟明年咱们得拿下呀。急什么？之前以为张三坡和陈华能解决掉江晨，结果张三坡是个废物。那怎么办啊，爹？随便找个由头，加点赋税，他就不行了。我就不信他运气能一直这么好，就他这么败家，多少家产也不够掰的。等着吧。嘿嘿，还是爹聪明。爹，张三坡又上门了，说家里没粮过冬，想支些铜钱。爹，张三坡又上门了，说家里没粮过冬，想支些铜钱。给他拿2斤粟米，别让他再来了。事儿没办成，还好意思耍泼皮无赖那一套，真以为我们好欺负？好，我这就去。这是我爹心善赏你的，以后别来了。陈二哥，当初说好的，我让江晨卖了家里的口粮，你们给我1两银子。做你的美梦去吧，我们没拿到地，哪有你的银子？你看看江家日子现在过的，整日大鱼大肉，
像是要卖田的样子吗？这也不是我的错，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，赶紧滚远些！我和爹还跟你好生说话，你要是再纠缠不休，我就叫人打断你的腿！张三坡，他来这儿干嘛？来借粮。陈家可是三山村最大的债主，不少收成不好的人家都来借过粮，利息很高，还要拿地抵押。江田之前就差点来借，连借据都写好了，还好我穿越来，才没来借。大哥还是太老实，这种地主就等着荒年满天。今年陈家怕是要赚得盆满钵满了。这死小子之前居然不给我肉，他怎么没被冻死？现在陈家的事儿还没成，还有我的钱粮也拿不到，都怪江晨，都是你不死，我才落到这步田地。我要你好看！沈燕秋，江大哥，狍子肉还有吗？村子里的人都抢光了，就剩这些了，你应该不要吧？果然还是来晚了。这年头，有点肉肯定卖得快。沈姑娘，有的有的，家里还留了一半，本来是自家吃的，给你匀出一些来。那谢谢陈婶子了。我要一斤。二郎，怎么样？说好了，明天卯时去拿车，然后进城。好。沈姑娘，要不要二郎送你回去？不用，不用。你们准备明天进城，能带上我吗？我可以给钱。你爹的病还没好，这场雨下来病又重了，家里的药也快吃完了。那就一起吧，反正也就是多带一个人，区别不大。那我明天早点过来。谢谢你了，陈哥。这小丫头脸皮也太薄了。沈姑娘，快来坐，婶子给你带了棉枕，你可以靠着。燕秋啊，我可以这么叫你吧？我跟你说，嫂子，沈姑娘起得早，让她休息一会儿吧。对啊，你看我这嘴怎么就管不住？燕秋，你靠我身上眯会儿吧，我不说话了。不用不用，谢谢。没想到陈哥这么细心。我和你婶子去把狍子皮卖了，你带着沈丫头安排你们的事情。申时之前，咱们就在城门口集合。我正好也要去药房，把那株双生天麻卖了，也能省下时间。谢谢江大哥。小吉，东市摊贩，有人正在售卖药材，其中掺杂一根不为人知的野山参。果然不一样。中吉，西市街道，有人正在售卖猎刀，买下之后或许能有一番收获。中凶，花香楼有富家女子落入风尘，若能将其救出，会获得丰厚报酬，但需小心随后而来的报复。我现在无权无势，哪有那么大本事去救别人？还是别招惹这种事情。陈哥，咱们先去典当行可以吗？家中钱粮都不多了，得去典当点东西了。两位当些什么？我们春风典当行金银铜铁锅碗布衣都收。难怪沈延秋这2天一直带着这簪子，怕是舍不得典当，想多带几天。这东西也不行啊！银胎花枝摇，翠色飞边，珠坠缺损，玛瑙开裂。你胡说！我这明明是好的，还给我！我不当了。这只是行话，行话，两位别介意，我也不多说了。若是真想卖，我给你个实价，3两银子，当期6月，如何？这簪子竟然值3两银子，差不多是3只狍子的价钱了。看来沈老妇女以前的身份不简单，起码曾经也是大家子弟。低了啊！那5两银子，这是最高价了。8两，不然我就换一家当铺。
得嘞，8两。完了，还是要少了。银胎花枝摇1支，纹银8两，月例3分，当期6月，过期不熟，听凭发卖。结票，钱货2记。谢谢你。你自己的东西谢我干嘛？若不是你在，我怕是卖不到这个数。光说谢，可没什么诚意。那我请你吃羊肉面，怎么样？当然可以，不过我今天出门时候吃的太饱了，下次吧。好，那就下次。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要不在东市，那就先在西市逛逛吧。好，我还是第一次和爹爹之外的人来县城呢。挂签上说有人卖刀，还是个没风险的中级，怎么也得去看看。2两银子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这哪来的骗子？没见过，怎么跑到永年县行骗来了？你卖什么呢？卖刀。没想到系统挂符上的刀，这就找到了。能给我看看吗？怎么锈成这样？这是祖上留下来的刀，放得太久就锈成这样了。也是，要不是锈成这样，怕是早被当铺收了，也不会在路边摆摊了。卖多少钱？2两银子。这么把破刀，还真想卖2两，2文钱都嫌多了。凭什么值这个价？我爹说这是把宝刀，我觉得它该值这个价。要不是冬天实在熬不过去，我娘子卧病在床，我也不会拿出来卖。最低1两半，光抓药就要1两银子，我还得买些粟米过冬。1两半，1500文。我本以为卜卦指引的该是把宝刀，没成想是这般模样。可偏偏卦象显示，得到这把刀是中级，难不成这绣刀藏着什么秘密？你祖上就留了这一把刀？是啊，当初是我爹亲手连盒子带刀交给我的。之后家业衰落，我也没时间日日保养。再打开时，没曾想竟锈成这样。我再转转，申时之前会再来一趟。万一集市上还有其他卖刀的，最低真的就1两半了，不然我们家真过不了这个冬。你真想买那把刀吧？有点想买，家传宝刀才1两半银子呢。其实我和爹逃难时遇过类似的事情，那次爹花5两银子买了古书，回家才发现是做旧的。那猎刀的刀柄不一般，应该不是俗物。如果你真想买的话，我可以借你银子。那猎刀的刀柄不一般，应该不是俗物。如果你真想买的话，我可以借你银子。多谢沈姑娘好意，不过钱的事，山人自有妙计。骗人！你不信？你说话跟戏本上似的，肯定天天逛戏楼。其实只是偶尔。你没去过戏楼？没有，爹不让我去那种地方，我只看过戏本。这样啊，先买东西，买完带你去看戏。可爹说戏楼很乱。有我呢，怕什么？走，先买东西。没再见到其他卖刀的摊位，应该要找的就是方才那把。走，先去东市。你在找什么药材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东市摊贩有人正在售卖桔梗，其中残杂着一根野山参。桔梗怎么办？10个铜棉1斤，来1斤。秋天晒的，现在正合用。这条街上竟有4家卖桔梗的，看来还是得靠挂钱了。
老板，桔梗怎么卖？我家的12文一斤，别家都卖10文一斤。那你去买别家的，我家的12文一斤，不还价。算了，还是你家的品相看着好，称1斤吧。算你小子有眼光，自己挑，保准比别家的药效足。这桔梗明明没刚才那家品相好，还贵2文，你怎么偏买这家的？而且你买蕨狗做什么？江叔染了风寒吗？家里没人生病，你认得药材？看过些医书，桔梗能利五脏肠胃，补血气，除寒身、风痹、温中、消谷。你家中没人生病，买它做什么？看看哪处不一样？什么不一样？不都是桔梗？这是野山参，你怎么认出来的？就摆在那儿啊，你能认出来，我怎么会认不出？我可是从小在山里长大。怎么样？现在信我，能挣到买刀的钱了？信了。看来那些说你不学无术的传言都是假的。不过无赖好色大概是真的。我必须严正声明，这才是最大的以讹传讹。好吧，那现在你陪我去药铺吧。掌柜，抓药。有药方吗？要几日的？10日，10天光景，爹爹的病该好转了。8000银子，或者900大钱。哎，掌柜，收药材吗？什么药材？仙货天麻，还是一株双生，你运气不错啊！既然掌柜也觉得稀罕，就给个实在价吧。这小子肯定还有别的药材没拿出来，若是价钱给的不妥，怕是不会卖给我了。天麻这种滋补的补药，转手就能赚1倍。5年生的天麻，若是单株，可算5000银子。双生虽是吉兆，药效却无差，但讨个吉利，我给你1两5钱，如何？1两5钱确实是高价。掌柜厚道，那你怀中那株也拿出来一起看看吧。掌柜慧眼，那你再看看价。可惜了，采摘的太早，年份不到3年，晾晒时又没上新，根须掉了大半，品相太差。还请掌柜开个价，搁在我手里也是糟蹋了。2两5千银子如何？这品色，这价已是顶高了，全当是结个善缘。日后你在山上再采到草药，尽管送到我这儿来就是。这品相破损的野山参竟能卖2两5钱，看来果然是花花轿子人抬人。掌柜这么说，那我也不往上叫了，按您说的给就是。那一共4两银子。老朽王宝和，三山村江辰，谢过王掌柜了。老朽记下了，日后卖药材找我就是了，保证价格让你满意。王宝和看着心思不深，给的价也不低，可若是日后常能找到名贵药材，就得分散着卖了，否则引人怀疑，反倒不妥。还想问问掌柜，哪能买到关于草药的书册，能让我认认草药，免得上山了还不认识。送你了，常见的草药上面都有，慢慢翻看吧。多谢掌柜了。江辰待人处事的手段，让我见到曾经爷爷的身影。身怀这种静气，怎么会被认为是泼皮呢？走，先去把刀买了，然后看戏去，我请客。好。你们回来了，刀呢？没卖吧？没呢。哎，说好给你留着，你再看看，要诚心要的话，1两3钱。就1两5钱吧。多谢多谢，你拿走就是了。可这至究是一把绣刀，能是家传宝物，肯定有啥秘密，否则不至于传得这么久。中奇，起码也是一只袍子的价格，反正有挂星之意，总不会亏的。也可能那男人说的是假话呢。买都买了，回头再说。走，咱们先去看戏，看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顺便送你回去。戏好看吗？
你别生气了，刚刚是他们吓的你，抓我手的也是你，怎么还生气了？下次来还带你看，好不好？行了，再加把火，应该能拿下了。沈姑娘怎么买了这么多粮食？有一半是我买的。这么点路还要花钱雇人，换作是我，多跑2趟也扛过来了。不是说好粮食我来买吗？你买这么多做什么？你买的是粟米，我添了点精粮。败家子儿，真是败家子儿啊！不年不节的，谁家吃这么多精米精面？哥，你说啥？没事，没事。这些米面总能吃上10天半个月，总比江晨去买酒肉一顿吃光要好。狍子皮和脚都被我卖了，你哪来的钱？之前在山上采了些药材，拿去药铺卖了，正好购买这些。这是剩下的钱，你收着。怎么还能剩下这么多？你们留着吧，下次进城再买些其他的。时候不早了，赶紧往回走吧。爹爹，眼秋回来了。这几位是？这是江家大嫂，这是江大哥、江晨哥哥。今天多亏了他们，我才能把粮食和药买回来。江晨，沈先生好。哪些是我家的？燕秋，放哪儿？沈先生，我驴车停你门口应该安全吧？储物在左手边。沈先生，我们先回去了。不送。平时我爹也不这样的，今天多谢江大哥、江大嫂了。哎，赶紧回去吧。还有我呢，不谢谢我？沈延秋，赶紧给我进来！沈先生好像不太喜欢小陈啊。不是说沈先生对谁都客客气气的，但是对小陈就……二郎之前的名声，哪家会喜欢？再说沈先生心高气傲，二郎要是想娶沈家姑娘，怕是难得很。大哥、嫂子，你们就别操心这事儿了。说什么呢？我是你大哥，你的终生大事我能不操心？要么你就换一家姑娘，你现在本事，说亲也没之前那么难了。别的我不管，这沈燕秋我还真不一定娶。还不回家？爹、二叔、娘，赶紧回去吃饭。二叔，是什么这么香？烧鸡，你不是一直想吃吗？我进城买的，小云也来。吃烧鸡，回家吃烧鸡，吃烧鸡，回家烧鸡。都过来。行了，都赶紧回去吧，马上天黑了。来，二郎，有钱也得省着花呀，这烧鸡也太贵了。没事儿，给孩子吃嘛。大哥、嫂子，你们也吃一块。马上到家吃饭了，我不吃。大哥，吃，不吃全被这臭小子造光了。就是这个理儿。驴子还是不行，有钱了得买头骡子，最好是马，那才够威风啊。怎么买了这么多？还有精米，一张狍子皮能换这么多东西，就算冬天皮毛涨价，也换不来这么多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您别多问了，吃就行了。嫂子，晚上用精米煮干饭，还有狍子肉、烧鸡，再弄个素的，咱家吃顿好的。你呀你，哪顿吃的差了，还非要特意吃好的？
谁家敢这么过日子的？嘿嘿嘿，总有更好的嘛。嫂子，辛苦你了。辛苦啥？你先吃张饼，我这就做饭。对了，嫂子，家里的磨刀石在哪儿？我给你拿。这啥玩意儿？哪来的绣成这样的刀？宝贝，保你个头！当我没见过猎刀？这刀都锈成这样了，再好也成废物了。你是不是在县城被人骗了？别这么磨，刀都锈成这样，你这么用力会断的。要是断了，就说明它不是宝贝。我就说这绣刀不可能是宝贝，你还不信你老子打猎几十年的眼光？你这小子没花多少钱吧？1两5千。什么？你说啥？花了1两5千银子。你个败家子！你呀你，被人骗了都不知道，是不是说什么家传宝贝，一刀难求？我跟你说，这全是做旧的，刀的材料根本不是好铁，哪能打出宝刀？这盒子看着倒不错，像是香樟木的，值个1两百文。这些骗子倒是够下本了。如果那书生说的是真的，盒子和刀是一起传下来的。刀都锈成这样，盒子怎么可能毫无变化？难道盒子才是宝贝？作孽呀，作孽呀！果然，真正的宝贝在匣子里。这卦象竟然提示我买刀，实在缺德。3两银子，赚了！这块银板起码3两重吧？温雷拳，难怪那书生说自家器物成文，看来他没说谎，能藏得这么严实，肯定不普通。我就说这是宝贝吧？是宝贝，是宝贝。这3两银子够你娶亲的花费了。爹，宝贝不是银板，是上面的字。文雷，跟我进屋。文雷拳，6式装功，9式打法，是武学，果然是武学功法。大运啊，真是大运啊！江家真要在你手上兴旺起来。爹，这世上真有武功？自然有，那些名门大族哪家没有家传武艺？我当兵时，身上有武艺的去了就能当武长、师长，像我们这种没底子的，只能当大头兵。只要家里有门武学传承，不管强弱，都能在一方称雄了。那爹，你知道武学练到极致，能厉害到什么地步？我听说以前军中有大高手，能做到100人敌，但具体如何，我没见过。这是你得来的，该由你处置。用得好，你这一脉肯定能发扬光大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打算把功法拿出来，让大哥能文都练练，你也练，总能强身健体，不是？你愿意拿出来？我们没分家，我一个人练武，哪比得上全家一起练？小陈，你真变了啊！其实我那天差点冻死，醒了才觉得以前活得荒唐，总想着弥补一些。好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练武首需气血充足，这每天1斤肉，唉，难怪都说穷文富武。要不，还是你先一个人练着，家里还有半只狍子，够你吃一阵了。没事，爹，封山前我多上山几趟就是了。我能占卜吉凶，背靠3山，只要经常上山，就能猎到足够的猎物。修行这气血武道就不是问题。还是先紧着你一人修行，开春后我跟你一起上山，有了足够的猎物，让你先有所成，再让你大哥和能文修行也行。爹，小陈出来吃饭了。来了。既然这样，这事儿就别告诉你大哥，在你有所成前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二郎，院子里那断刀是怎么回事？在县城买的，没什么用。不过那盒子材料不错，嫂子不如拿去改个首饰盒吧。我哪有什么首饰？之前爹受伤，你把裴家的银镯当了，等开春，我就去把你的银镯赎回来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还是香樟木的，
只是榫卯处裂开，找木匠修修就能用。那就谢谢小叔了。正好我去首饰店挑2件像样的首饰，你拿去送给燕秋，也好早点娶到她。吃饭吃饭。燕秋，这段时间苦了你了，不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的。也不知道娘亲和妹妹现在怎么样了。娘亲和爹爹和离了，爹这身体，我也不忍心把爹一个人留在乡下。那个江晨就是个泼皮无赖，你可不能嫁给他。你们不是一路人，知道吗？爹，我都说了跟他没什么，你别瞎想了。燕秋啊，不是爹想扣着你不让你嫁人，只是这山野村夫肯定不是你的归宿，更何况是个泼皮无赖。你千万别被那泼皮骗了，你们不是一路人，知道吗？爹，我都说了跟他没什么，你别瞎想了。这样最好，以后你跟他少来往就是。我知道了，江晨他真的和他们说的不一样，有些学识，又聪慧，也更尊重我，还帮了我家不少。爹，我给你煎药去。女大不中留啊！看燕秋这模样，根本不像是和江晨那臭小子没关系的样子。要不还是换个地方吧。可家里已经没什么能当的了，但换个地方谈何容易啊！果然，练武不是那么容易啊！我练了这几天，虽然体力上升了，但还是没琢磨透啊。好饿，吃那么多，本来以为足够我撑到晚上的，没想到练了第一招3次就已经消耗殆尽了。不过这也不是正说明我练的是对的，这几天积累了不少好东西，等下再借板车都去城里卖了。婶子，你不是想去城里吗？板车都是江晨在借的，你直接问他就行了。燕秋，你怎么来了？为什么江晨身上这么多汗？我还感觉江晨看起来更俊俏了几分。我想要去城里一趟，顺便请你吃饭。我之前不是答应你请你吃饭吗？二叔，你什么时候再进城啊？我还想吃烧鸡。给你能的，狍子肉还吃不得你，家里肉也不多了。接下来2天还是吃些野菜吧。不用，几个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肉要吃够。正好我进城再买半扇猪回来，差不多够吃到开春了。我也正好要进城，咱们一起。你爹生病还有用钱的地方，我请你。小陈，你要进城？正好前几日打的猎物也拿去卖了。老大家的，你和老大跟他们一起去。不了，江田要去弄田里的事情，我也马上要去，就让小陈和燕秋一起去城里就行了。我看爹你腿脚不便，也别去了。行，那我在村口等你们，快去快回，别回来晚了。爹这是担心我欺负燕秋啊？爹你放心吧，肯定早去早回，不让你等久了。二叔，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呀？买了不少东西，耽误了点时间。天都快黑了，你们怎么还不回家？这就回。哼，江晨，不是我说你，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都找陈家借粮了，还在这装模作样。对啊，三婆都给我们说了，亲眼看着你去陈家了。哟，这不是沈家姑娘吗？原来读书人家的姑娘也喜欢这种泼皮无赖啊！陈花这个不中用的东西，看起来江晨是有新欢了，我非要给他搅黄了不可。撑到陈花过来。我去陈家是去借驴车的，给了报酬。倒是你去陈家做什么？我没去陈家。那你说亲眼看到我去陈家了？你家和陈家可是隔了老远，一个在村西头，一个在村东头。那你去干什么了？我。你什么意思啊，江晨？什么意思？你不用装，我知道你现在得意的很，以为打了些猎物找了个女人就能引起我的注意了。你这点小心思，谁看不懂啊？行吧，我承认，你现在确实比之前有本事了。这车上的东西是送给我的吧？你就别藏着掖着了，让我来看看。是精米，居然是精米！陈家给我们的都是粟米啊，怎么可能给精米？沈姑娘，你别多想，我早就跟他没关系了。不会，被这种人缠上，谁都会。
好啊，你个江辰，居然藏了那么多好东西！你把这些东西都送给我，我就当之前的事儿没发生过。聘礼嘛，我娘说40两就行。一边去，我还有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滚一边去，我现在没时间搭理你。江辰，我生气了，我现在要60两了，我命令你现在马上把这些东西给我。你的失心疯了，做白日梦。我就说这江家二郎现在有本事了，应该做不出来他们说的这些事儿。这陈花现在是嫁不出去都失心疯了吧？还有张三坡胡言乱语，见不得人家江二哥好。这小子力气怎么变得这么大？张三坡，之前我当你是兄弟，你一直在我这儿骗吃骗喝，引诱我干坏事，还到处说我坏话，现在还来污蔑我，咱们一刀两断。江辰，你给我等着！这就走了。现在想来，村子里关于江辰的坏话，好像都是从张三坡那儿传出来的。江家二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以为我儿子还是以前的无赖是吧？告诉你们，我儿子早改了。行了，都是一个村的，没事的。这在城里买的油果子，手伸出来。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没事儿，一个村的，之前大家也很照顾我。行了，天都要黑了，都赶紧回家吧。谢谢二叔。文哥，那我们回去了，明天再找你玩。快走！瞧你那小气样，跟你爷爷回家。爹，我先把燕秋送回去。好。走吧。江辰，你走了就再也别回来找我，你一辈子也别想再见我。一言为定。我都说了让你态度好点，态度好点，你怎么又把人气走了？你还说，要不是你骂江辰50两聘礼，我们明年就要成亲了。叫他泼皮，那能算骂吗？他本来就是。你还说，我撕你个嘴！你疯了？我可是你娘！今天玩得太疯，早上出门时我根本没跟爹爹打招呼，现在天快黑才回去，还不知道要挨多少骂呢。别，马上到家了。好吧，这些你拿着，我估摸着女孩爱吃甜食，就买了这些。我不要，我还以为这些是给你侄儿侄女的呢。拿着吧，回去就说你突然想吃甜的，今天特意进城买的。好吧，那你回去小心点。你白天去哪儿了？我早上忽然很想吃糕点，明明之前在家里糕点放坏了我都不吃，最后都赏给下人了，现在想吃却找不到了。我见到村子里有人赶驴车进城，我就跟了上去，一同进城了。燕秋，苦了你了。没事的爹，我去给您沏茶，正好用些糕点。等等，今天村中只有江辰进城，你不会跟他一起去的吧？我说过了，你不要再跟他来往。对啊，村里只有这一辆驴车能进城，我只能借用了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我早跟你说过，这些山野刁民没别的本事，只会用些甜言蜜语哄骗女子，一旦得手，转头就会随意丢弃，再寻新欢。江辰是没本事的村夫吗？他能捕猎，心思机巧，是我见过最有本事的人。那是本事吗？在您眼里，只有读书写字、通晓经义才算有本事。可那些本事，在这里换不来一餐一饭，反倒要靠典当娘亲留下的簪子了才能过活。你，秋儿，你年纪还小，许多事情看不透。你本是大家闺秀，不该抛头露面与人乱跑。如今我病也好得差不多了，从今日起，你就别再出门了。看来爹爹是铁了心，不让我和江辰再见面了。这里不是久居之地，等明年开春，我们就搬走。进了城，我再请个仆役，日子总能好起来。爹，家里哪还有钱请仆役？当年逃难时，您不拿金银细软，偏偏要带那些沉重的残书。如今我身上可没有其他首饰能当了。等进了城，我再给你寻个寒门世子做夫君，以后也可以诗书传家。若是他能高中，说不定将来
我们还能回都城重振沈家门风。我们家是设了谋逆大案，株连三族，怎么可能再回都城？那些的郡城说不定都还贴着缉捕我们的画像，一旦被拿，我发配教坊司就算了，您可是斩首之刑。或许陛下将来明察秋毫，会为我们平反的。这一招恐怕再无可能。不管怎样，你不准再跟那个江辰来往，你先回房歇息。二叔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好不容易进城一趟，当然得多买点。怎么还有一匹布？布料这么厚实，绝对是上好料子。这不快过年了吗？给能文和小莹做一身新衣。新衣？娘，我要穿新衣，我要穿新衣。穿什么新衣？你们又不常出门，穿了也是浪费。我看这棉布厚实，给爹和二郎做2件冬衣才实用。够的够的，这匹布够给全家人各做1件上衣。嫂子也给自己做1件。你天天在家操持也辛苦。嗨，我辛苦什么？还是你们天天在外边跑的受累。我先去把饭菜热了，你们赶紧洗手，准备吃饭。还有给小云买的针线，带的零嘴小食，另外还买了1只烧鸡。好耶，是烧鸡！小陈，你买这么多东西得花不少钱吧？光是这些，再加上杂货和糕点，钱恐怕已经花去大半了吧？哥，赚钱不就是为了花吗？难不成放家里还能生崽？败家子啊！这么多钱够咱们家过好几个月了，如今一趟进城就花完了。买这么多肉干嘛？油糖糖酥更是浪费银钱。随他吧，先吃饭。哥，到爹房间去坐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说？这费灯油呢。大事儿，你进来就是了。你给乔翠说一声，看着2个孩子，还有他自己，都别进来。神神秘秘的，那成，我去说。爹，你先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幼寿膏，好高，是城中张大夫家的幼寿香吧？这放进陷阱，捕到猎物的机会恐怕要多上2、3成。对，就是他家的。只不过这大冬天哪儿挖得出陷阱？小黑山也没有猎物啊，得进2黑山才行。可这大冬天的，进2黑山又太冒险了吧？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看这个？我又不通打猎，非让我进来看看做什么？这是制这种幼寿膏的方子。什么？你哪来的方子？不是被骗了吧？张家的幼寿香配方那可是不传之秘，永年县内独一份，怎么可能被你得到了？真的？那张大夫要搬去郡城，他儿子好像也发迹了，可能是想赚最后一笔才卖了方子。若是这么说，倒是有几分可能。看着的确是个药方，你花了多少钱买的？3两银子。1张纸就花了3两银子，这么一算，10两银子岂不是花得干干净净？二弟呀，钱不是这么花的。你懂什么？爹，我知道你一直护着弟弟，可也不能不讲道理啊！这么花钱，多少家产也不够败的。哼，你知道张大夫靠什么发家吗？就是这张方子。要是真的3两银子，绝对是我们捡了大便宜了。爹，你的意思是制幼寿香卖？永年县的村落都临近大山，你知道有多少猎户吗？每年开春，哪个猎户进山不准备些幼寿香？只要卖得好，一个开春就能把3两银子挣回来，往后的就都是白挣。那这就是一只下蛋的鸡啊！只要按方子制出幼寿香，那家里每年说不定能多出7、8两的迹象。就是这样，我也是运气好，碰见张大夫急着走，才捡了个便宜。我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按照方子买了不少需要的药材。哥，你最近没事儿，正好试试能不能配出来。好，明天天一亮我就试，保证配出来一模一样的幼寿香。不过这些药材你得先教我认认，我不识字儿。行，那哥你先把方子收好。还有其他事儿？有，剩下的才是大事儿。
到底什么大事儿？怎么这么神神叨叨的？这是我偶然得到的武学图谱，想让你还有能文从明天开始习武。习武这事儿，光有决心不够，还得有精米和肉食补身子。要是想练出点名堂，更是得把习武当主业，总不能为了练武把家里的地荒了吧？而且我都这年纪了，就算练武也练不出什么名堂，家里的田地也得有人操持。还是让能文练吧，他自小开练，说不定真能有所成。其实就算练不成，也能强身健体。奔雷拳本就是外家拳，哪怕不用常年累月打磨，也能稍微增强体质。你放心，家里的肉食和精米都够，不用花费。没了，我也会想办法。我心里最担心就是这个，一家人都练武，开销肯定会变大，总不能指望弟弟每次上山都能打到猎换钱吧？能文还小，字都没学全，还是得你带着练。哥上过一段时间私塾，奔雷拳又是以图谱为主，应该能看得懂。这倒也是。既然这样，让小云也一起练吧。女孩子家练什么武？就当是学门防身术，以后她总要出门，身上有武艺傍身，也能安全些。可小妍终究是要嫁人的，一般人家的技艺都有传男不传女的规矩，怕最后落到外人手里。没事儿，说到底也就是一门强身健体的功夫，算不上什么大秘密。有龟甲在，说不定以后还能得到更珍贵的武学呢。这拳法是老二找到的，还是听他的吧。那就按我说的来，两个孩子一起学，等开春了再送他们去私塾读书写字，文武都不落下。那好，明天我先抄一遍图谱，过2天再跟他们俩说这事儿。哥，你年纪也不大，跟嫂子再生一个呗，到时候能文练武才好听。说什么混话呢？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走吧走吧，赶紧睡觉去。这是我照着军中的破甲剑仿制的，50步内应该能穿透野猪皮，以后碰见也能多分把握。这8根剑恐怕把我之前给的散碎银子都花光了，爹肯定还偷偷添了钱，也费了不少功夫。爹，谢谢您。省着点用，这破甲剑纤细容易折，用不了几次，赶紧回去睡觉吧。明白。不知道山里的狼王是不是快不行了？解决了狼王，可就有狼皮了啊，肯定值钱。回想起来，这命星是我穿越过来第3天出现的，我一直没注意，每天好像没什么变化，可现在和第1天比，亮度明显强了不少。不知道卜卦会不会有什么变化？小吉，金石坛上结起冰层，若是能敲破冰层，或许能有额外收获。今日捕鱼，你可能会获得额外的渔获。运势加成，这还是第一次出现额外加成，没想到命星变亮后，能看到的信息也多了。小吉，小黑山中有地黄成材，前去发掘，或许可以小赚一笔。运势加成，你挖掘药材的难度略微下降。原来每日运势是这个意思，可影响挂签的收获。以后要是运势不佳，大可以留着抽签机会，等第2天运势好的时候再取签。中凶，狼王伤势加重，食物耗尽，带上猎弓前去捕猎，或许能收获狼皮，但要小心狼王的反扑。运势加成，此行会稍加顺利，你追踪狼王的踪迹更加简单。要是等个大吉运势去猎狼王，说不定还能有更强的加成。看来猎到狼王不是难事了啊！张三婆，说好拿到江辰家的田契就给我20两的，到现在钱花都没看到。之前江辰说要娶我，可是要给50两，早知道就不答应帮你们了。20两？陈家只说给我1两，你转头找我要20两，把我卖了我都给不起。滚滚滚，别跟着我！要钱你去找陈家要。陈家会理我？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陈家的事情完不成，你我都要完蛋。你去找江辰啊！江辰现在几乎天天都能在山上找到猎物，他肯定也能拿出50两来。你别耽误老子做事，要是出了岔子，你自己去跟陈家交代。似乎有人在跟着我，竟然跟到了村子外，那必定有别的目的。
对方为了不被发现，恐怕跟得极远。山中积雪这么厚，就算落后几百步，也能循着脚印重新跟上来。想要甩掉对方，恐怕没那么简单了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。哎，这鬼天气，累死老子了。又是他。还好，没事。我还以为是有山狼跟上我了，原来是你。什么山狼？这里哪有狼？你就是故意的！你完了！我告诉你，我要去官府告你，你等着被流放吧！既然这样，那恐怕没办法让你回村里。你要是死在这儿，应该没人知道。你杀人是犯法的！随便往哪个窝子一塞，等有人找到你的时候，就只剩骨头了。到时候别人只会以为是猛兽吃的。别杀我！我只是好奇，想跟过来看看而已。只要你放了我，我绝对不会告你。之后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说吧，谁让你跟着我的？我说，昨天早上陈玉堂来找我说让我跟着你，知道你每天去哪儿，就给我1两赏银。你和陈玉堂什么时候开始勾搭上？你为他都做过什么事？很早之前，陈玉堂就联系我了。秋收之后，陈玉堂就找上我了，说只要能哄你败家，让你们家过不去这个冬天，他们就给我1两赏银。还有陈花，她也是被陈家收买的。本来你把口粮卖到钱了，可谁能想到你突然运气这么好？就这些，真的就这些了，我真没做其他的。这陈家还真是为了兼并土地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总会有机会报仇的。陈玉堂、陈丰田一个都跑不了，别跟上了，否则你知道下场。爹，张三坡的婆娘找上门来了。干什么？今天白天，张三坡跟着江晨上了山，可这都天黑了，他还没从山上下来。他婆娘知道张三坡是在给我们做事，就找上门了。这么晚了还没从山上下来，再等等，说不定是跟得太远了。江晨呢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天黑前1个时辰就到家了，还在山上打了一只狐狸，不知道他到底用了什么法子，天天上山都能打到猎物。别是张三坡跟踪时被发现了吧？然后被江晨给……要真是这样，反倒是好了。杀人可是重罪，江家就算倾尽家产也赔不起，也不用再费心思去吞那几亩肥田了。陈玉堂，你让我男人去做事，他这么晚还没回，你们得负责，不然我就把你们要干的事全说出去，到时候你们在三山村肯定没法立足。这个张三坡怎么什么都说？我都说过了，让他把嘴闭紧。三叔，我家男人在山上还没回来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。他自己跑上山，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别在我这里胡搅蛮缠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让他干什么，你不是让他跟着江晨吗？现在江晨没回来，那肯定是出事了。你先坐下歇歇，他说不定正在下山的路上。现在天已经黑透了，就算他没下山，我们也没办法去找他。这样，要是他今夜没回来，明天一早我就组织村里的猎猴上山找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行，那我今天就不走了，等找到人再说。找一间厢房安置，明天早上找几个猎虎上山，看看张三坡到底是生是死。好。这么着急把我们叫出来，说有狼来了，咋回事啊？就是什么狼啊，别把全村都吓到了。张三坡一夜没回来，不是被冻死了，就是被狼吃了，还找什么？就是啊，小黑山上可是有一头狼王的，上山都得结伴，若是离了队，可能引来群狼的。不会是山里没食物，要闹狼灾了吧？看来我昨天走了之后，张三坡运气不好，遇到那只狼王了。什么狼王？咱们村子这么久了，哪儿见过什么狼王？江二郎，你经常上山，你来说，山上到底有没有狼王？确实是真的，我上次猎狍子的时候见到，看着有牛犊大小，应该是狼王。隔壁村的贾凡也见到了，牛犊大小，那真是狼王啊！不会成了精吧？狼灾啊，肯定要闹狼灾了。李正，挖壕头吧。天气冷，怎么挖壕头？到时候把村里的巨马搬出来就行。但不管怎么说，
先把张三坡找到再说。有狼王，我可不敢上山去。我也不去。我去吧，不过还得来个人跟我一起。你说什么？小陈，你要去猎狼王？狼王？小陈，你怎么这么冲动啊？放心，我有数。江晨居然要主动去猎狼王，那不就是江晨的死期到了吗？江晨要是死了，以江晨在江家的地位，江家其他人也活不了，到时候江家的地位不就是我的了？狼王这么大的事情，也不能为难村民们。要不江晨你一个江家二郎，我跟你去。胡闹！你又不会打猎，你跟着去什么？一个人去太不安全了，我去也好有个照应。我虽不会打猎，也有一把子力气，还能帮上点忙。那也行，你们两个辛苦一趟，结伴走。不管找没找到人，回头都来我家拿5斤粟米。文堂，你也跟着啊！我去干嘛？我又不会打猎。让你去就去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拿一把朴刀，跟着他们就行。要是江晨打不过，记得。那就这样，不管能不能找到，天黑之前一定要下山。其他人跟我把库里的骏马搬出来，在村外摆好。江晨，你真的见到狼王了？我骗你干嘛？比牛犊子还大，那么大不得成精了？要不我们还是下山吧。二郎，你是在哪儿看到狼王的？咱们先去那儿。要真是被狼王吃了，也省得我们漫山遍野找了。啊，真去找狼王啊？你们不要命了？你要是不去，就留在这儿。那我还是跟着你们吧。山狼最爱攻击落单的人，要是留下，才真是小命难保。狼王应该在南峰，走。好像是血，小心点。这是血，狼吃人了，真吃人了！看这爪印，肯定是头老狼王，真要闹狼灾了。人呢？你以为狼捕猎是为了玩？人肯定是被吃了个干净。那我们走吧，别待在这儿了。爹给的剑比之前更强了，下次再遇见老王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而且要是大雪封了山，等开春再来，狼皮都不知道被撕烂成什么样子了。江二郎，不可冲动啊！我只是去找找有没有张三坡的物件，毕竟几块布料也证明不了什么。这可能是张三坡的手臂，人应该是没了。回村吧，跟李正说人找着了。你先带着陈玉堂先回去报信，我去找那狼王。你疯了！那可是狼王，你一个人怎么去的？要是我趁机把陈满仓拉走，让这江晨死在山上，岂不是一劳永逸？回村，我要回村，我要见我爹，我不去了。要回去你回去，正好回去报信找人手来帮忙。不，我不一个人走，万一遇到狼怎么办？你跟我一起。满仓叔，你就跟他一起回去吧。你也不会打猎，要是真打起来，我还得顾虑你的安危。你先回村报信找人手。我可不信这陈家的，之前张三坡就是他们派来害我的。万一这陈玉堂回去什么都不说，也不叫人来，出了事，我们是野冤都没处喊。那你自己小心一点，我很快就带人回来。去吧。满仓叔，找到人了吗？江晨呢？看样子是成功了。找到了吗？应该是找到了。你看看，是不是三坡的？怎么回事？应该是狼王干的，现场一片狼藉，血腥味很重，只留下些破棉袄碎片，还有这条小臂。张三坡估计是上山时撞见了狼王，毫无防备就被扑杀吃了。是江晨，肯定是江晨杀了三婆，因为……来人，赶紧来2个人，给他灌2碗凉水，
别悲喜过度，得了失心疯。李正，能不能叫村里的猎户都去帮帮忙？江晨还没下山来，就在南峰一个山坳里。狼，真的是狼王，那脚印比牛崽还大，谁还敢去啊？你们没看见那张三婆被吃的只剩骨头了吗？谁去谁就会死，说不定江晨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江晨，谁说我死？江二郎，你居然回来了！怎么可能？江晨居然没死！我就知道江晨不会死，他不仅没死，还把狼王猎下来了。江晨，你居然真的一个人把狼王打下来了！以前以为你是个泼皮无赖，没想到你是真好汉啊！我天，是狼王！江晨，真把狼王猎回来了，那狼群呢？肯定也被你解决了吧？我已经看了周围了，没有狼群，这狼王应该是落单的。陈哥，跟我们说说，你到底咋猎的狼王啊？这么凶的狼，这是你一个人打下来的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！我看到这尸体都打怵。就是运气好而已。这狼王本来就受了伤，让我捡了个便宜。李正，你之前说的那5斤粟米，当然有，我现在就回去给你拿，一会儿派人送到你家。爹，江晨居然没死，现在怎么办？他们家想起事还早着呢，翻不起什么大风浪，回家再想办法。怎么哭了？担心我死了没人娶你啊？我爹他也不可能让你娶我，你别再想这事儿了，你平安回来就好。他不同意有什么用？你同意不就行了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能由着我们自己说了算？这么说，你同意嫁我？我可没说。放心，你爹那边我去说通，你等着就是。我爹一直都很崇拜那些大英雄，今天你猎了狼王，保护了村子，我先回去跟他说说，说不定他能对你改观。等你身体养好后，再来我家。明天不，3天后吧，我得准备准备。第一次正式见老丈人，总得整理一下仪容仪表，也得准备点礼物。好，那我等你。你们什么时候？爹，你也太迟钝了，燕秋都来我们家多少次了？我是真没看出来啊，不愧是我儿子，眼光好。沈姑娘眼光也好，小陈可是我们全村的大英雄。对了，爹，咱们家是哪儿得罪陈家了吗？张三坡和陈花受陈家指使来害的我们家。刚刚在山上，陈玉堂又故意拉走满仓叔。我们跟陈家没有什么交集，唯一一次是之前陈丰田来咱家，说想要咱家的房子和地。咱家房子和地有啥特别的？陈家建的可比咱家好多了，而且陈家不是拿了村子里不少人的地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房子是我和你娘还在的时候一点点起的，我怎么可能让给陈家？我就拒绝了他们。看陈家的架势，应该不会善罢甘休。算了，兵来土挡，将来水淹，咱们先回家。村里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怎么闹出这么大动静？听说是小黑山来了头狼王，这个冬天可能会闹狼灾。李正号召村里的壮丁把巨马搬出来，提前防备。狼灾啊，还真是哪里都不得安宁。爹，其实今天江晨上山一个人把牢王猎下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不仅如此，他还把张三坡的遗物找了回来，交给了张三坡的妻子。听说之前村里关于江晨的谣言都是张三坡传出来的。此子有些英雄气在身，若你对他无益，等开了春我们就搬走，
免得他再纠缠你。若是愿意，那开春就让他来下聘吧。爹，爹是觉得你上次说的有理，我们可能这辈子都回不到都城了。这江晨或许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那爹可愿意见见他？女大不中留啊。罢了，让他来见我吧。沈伯父，过来坐。沈伯父，这首字写得真好啊！你识字？之前上过1年私塾，认识一些字。那你看看我这句诗如何？夜阑幽离乱，徒有旧时心。好诗，好词，好字，这可是未来岳父，我能说不好吗？你能认全这10个字，在村里已经算不错了。可知这诗句的意思？伯父住在这酷寒之地，心中却装着天下苍生、黎民百姓，小子佩服。你这可不像是只读过1年私塾的样子。这个其实只是我平时喜欢听戏，对这些诗句也略有一些了解。略有。那你觉得我大周如今世道如何？我从出生到现在，我最远的地方也只是永年县而已。但如今大周应该是世道将乱。哦，你都没出过永年县，又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别说你是从诗里看出来的，这个不算。我这2年经常往永年县跑，最大的感觉是永年县多了很多外地人。人多，那不是更繁华吗？跟世道将乱有什么关系？这永年县是苦寒之地，一般哪有那么多外人来定居？那些人恐怕大多是来逃难的。永年县地处周朝最北，要不是大山拦着，异族随时都能打过来。能逃难到这里来，说明更南边的地方比这里还乱。没想到你还有这种见识。而且这2年收成不好，几乎年年灾荒，朝廷不仅从未赈灾，反倒是不断加税。各家各户有1碗粟米粥果腹，已经比其他人要强了。如此情景，不都说明乱世将至吗？我这从南走到北才发现的事儿，一个从未出过县狱的年轻猎户，竟然也能从细枝末节看出来，莫非真是乾隆在渊？那你觉得大周将入乱世的根源在哪儿？你随便说说就行。这是我最近致知的问题，到现在也没有答案。还不是穷的？穷的？一是百姓穷，各地如同陈丰田这样的豪强地主士族，千方百计的兼并田地，普通百姓无田可耕，无地可种，丰年无存粮，灾年只能饿死。你继续说。二则是国家穷，这些地主买了土地后反而不交税，百姓交不起税，朝廷收不上税，形成了流民，国家还在压榨百姓，流民自然四起，天下自然也就成了乱世。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伯父无怪。穷啊，好一个穷！没想到我空读了几10年书，见识竟然还不如一个山野猎户。好，好啊！你说你从没出过永年县，这些道理你又是从何处听来的？当然是从书上看的。怎么说，我也是经受过9年义务教育。哪个王朝乱世，不都是因为这些原因？那陈丰田为了夺我家里的那几亩田，差点害了我性命。另外，我又听说只要跟他沾上关系，以后大多数的税都能免了，所以我才乱想。若是天下都是这种，大家越来越穷，那世道怎么能不乱？你不错，等开春了，就让你爹过来下聘礼吧。拿下！爹，他就上过1年私塾，你怎么能拿诗文为难人？你还没出嫁呢，胳膊都拐到哪儿去了？
饭要好了，先吃饭吧。你打的那张狼皮准备如何处理？自然是卖了。明年开春，我准备重新盖一间房，等房建好，就娶燕秋过门。哎，不急着卖，那张狼皮正适合帮你养名。养名？什么叫养名？字面意思，蕴养名望，让你扬名郡县。还是算了，伯父，我对扬名没什么兴趣，我现在只想闷声发大财。年纪轻轻，能不求虚名的确少有。不过你可知名利，为何名在利之前？有人重名，有人重利，这两者有前后的区别吗？不知。名声可不只是虚名而已，用得好可为剑，亦可为盾。你不是跟陈丰田家中有些嫌隙？他是一里之长，若是他在赋税或摊丁上做一点手脚，你们家承受得住吗？若是陈方田让我们家出一名丁庄服役，还真没理由拒绝。而且我还要找陈家报仇，可不仅仅是挤掉李正之位那么简单。那伯父觉得我该怎么办？陈丰田能当李正，是因为他爹的名望，明年又是新一年的茶卷。你要能扬名，未必不能抢了他的李正位置。就算不行，盛名在身，陈丰田也不敢随意动你。我的命星能随着身份的变化而变化，要是真的变得越来越高，龟角一定也会变化。而且你难道就没有想走仕途？察举取官居多，即便是普通百姓，德行出众，也可入朝为官。那伯父，我该怎么做？借狼养名。爹，江城猎狼的事情早已经传出2、3个村子了，也不用再做什么了吧？不够，这只是民众的口口相传，如无根之浮萍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忘干净了。请伯父教我。江二郎除害，雪夜猎白狼，仅仅是标题就让我有些嘎到脚趾抠地了啊！3日间，江二郎与狼王在雪山中纠缠，互有胜负，最终在第3日夜，大雪落下时，一箭射死狼王。如何？这是戏本啊！我可没有这本事啊！这江二郎不是我吧？这三山村难道还有第2个江二郎不成？可这上面的事儿我没做过，我哪有本事和狼王在雪山里鏖战3天3夜？戏文，自然是有真有假，难不成《丹凤传》写的都是真的？那这戏本，伯父打算怎么用？拿去卖给聚乐楼，让他们按戏文排戏。你猎的那张狼皮也不急着卖，就放在聚乐楼门前展示，当作噱头。两者相加，此戏必能引人围观。这个我明白，不就是炒作吗？除此之外，等戏正式演出后，那张狼王皮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，能卖出数倍的价格也不一定。那这么一说，我可来劲儿了。名声是虚的，可银子是真的。好，那等道路通了，我就去县城一趟，把这戏本交给聚乐楼。燕秋，把《周史纲目》《舆图山川考》《典仪录》这3本书找来。你虽居于深山小村，见识却远超旁人，可只就对外界了解不多。这3本书能让你对大周以及周边诸国的情况多些认知。好生研读，开春之后，我可是要考教你的。好，我一定好好研读。岳父不会想让我帮夺回沈家失去的一切吧？燕秋，送送二郎。爹爹这次真的费了不少功夫，说话语气可能不太好，你别忌讳。而且爹爹以前是真从不写戏本的，可见对你是上了心的。我怎么会怪岳丈？有这戏本帮我扬名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什么岳丈大人，你别瞎！你无耻！有耻啊？你没感觉到吗？走了，过2天再来看你，回去吧。也差不多10日了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
村中百姓都以为江二郎已死。正当全村愁云惨淡时，铜锣炸响，狼灾来袭，众人慌乱不已。可等大家战战兢兢前去应战，却见江二郎一人一弓一刀。这江二郎斩白狼真是精彩！我可听说那江二郎就是咱们县的人呐。什么？戏文里的事儿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你看入迷了吧？嗨，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这江二郎啊，真名叫江晨，可是真有这个人的。我还听说，狗屁！那江晨不过就是个泼皮，要不是有点运气在身上，都不知道死了800回了。这陈玉堂还真是阴魂不散。要不是上面看上了他家的田地要拿来迁徙祖坟，现在还不能杀他，我早就找人弄死他800回了。等我爹给他们摊派徭役，我定要他们一家子磕头谢罪。原来如此，这陈家不是跟江家有仇，而是怀璧其罪。这些地主大家真把老百姓当驴，用的时候就留在原地拉磨，不要的时候就卸磨杀驴，真是该死。害死原主一次不够，还想害江家全家。那我们新仇旧账一起算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有一些谋划，但现在还不好说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你说出来，我帮你参谋参谋。你心思缜密，也未必能面面俱到。我准备借民意对付陈家。你准备靠你养的名声，裹挟三山村村民为你所用。陈丰田在村里当理政那么多年，那些人不一定会听你的。陈丰田为了收那些田，每年借出的种子，有一半都是烘熟的。此话当真？要是真有此事，确实可以一棒子把陈丰田打死。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你是胡诌的。这2年，不少村民都从陈家借春种，可收成一年比一年差，渐渐，村民们都还不起了，民众叫苦不迭。这不是天时的原因。是吗？这不重要。那你有证据吗？会有的。其他人会信你的证据吗？他们如果不信，来年抵押的田地就全归陈丰田了。若是信我，他们甚至能拿回原本抵出去的田。好一条毒计！种子是否是坏种不重要，有没有证据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劳碌了1年却吃不起饭、快饿死的饥民，需要一个合理的宣泄口。就算陈家父子被打死，上面也不会过分苛责百姓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？尽快。这段时间我试试联系些关系，官面的事儿你不用担心。好，等这件事过去了，我就去把燕秋的簪子赎回来。我还从没送过燕秋什么礼物。江晨，谢谢。你都是我未过门的妻子了，你我之间不用说谢。臭小子，我还在呢。县城大人，就是他。你就是江晨。有人举报你私自上山打猎，地税、商税、田赋、食物皮章，这些通通没有交过，可有此事？大人，他肯定没交。上次他打的狼王皮，现在还在聚乐楼门口挂着呢。那么大一张白狼皮，多少双眼睛都瞧见了。就是啊，大人，他家穷得叮当响，现在却每天大鱼大肉，哪有人天天打到好东西的？他肯定没交。我不来找你，你反而找上门了。怎么，我又没说错？你天天分那么多东西给村里的人，自己家还留着那么多吃的，你就是神仙也找不出多余的猎物上交。县城大人，你快把他抓起来！你闭嘴！县城大人，狐皮、张皮、野兔、山鸡，我都按时定缴，规矩还是懂的。前阵子还有张火狐皮深得上面大人的喜爱，便送了去。
那张狐皮有些特殊，尾巴是白尖的，不信县城大人可以去打听打听。是啊，大人，还是我亲自拉着车陪江晨跑的县城，大人冤枉啊！就是啊，大人，我也看见了，江二郎每每打到大型猎物，肉都给村里人分了，皮都按时上缴了的。陈李正也收了人不少东西啊，怎么扭头不认账呢？就是啊，这李正也忒不是东西了。闭嘴！继续种你们的田，马上要到日子了，注意你们的嘴，不要害了自己。说起这个，真是奇了怪了，县城大人，这每家每户都在陈李正家借了不少春种，眼看着这收成确实一年不如一年，今年还没有上一年的一半，李正却也不着急，他家往外借银子，9出13归，借10两银子，到手9两，按10两银子算3分利。要是借种子包在粮食里的，有2成都是陈粮鳖谷，这么算下来应该是8出13归了。县城大人不信，可以问问这里的村民。江晨，你胡说什么？你们一个个要造反吗？我听三坡说，他可是亲眼看着陈家他借出的春种有一半都是烘熟的，也不知道这陈家是不是故意哄着三坡上山，才让三坡命丧黑山的。毕竟死人的嘴是最严的。我还寻思，为何前2年我家还是村里的种植大户？你们看我们干什么？不是这2年却种不出粮食来，还以为是老了不中用了，原来是你们在里面搞鬼。就是，这事做的也太不厚道了。我们三山村怎么会有这种人？如今三坡在山上被狼王吃了，还是江晨去报的仇，你们倒是闹个死无对证了。县城大人，若是今年收成不好，我们村多交些猎税也是应该的。这样吧，本来我前些天打了一头大野猪，差不多有30斤，是打算这2天给大家伙加餐的，就把这野猪交上去吧。以后我打的猎交7成。只可惜，大家交不出粮又得挨饿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行了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县下也没有证据，这件事儿你们自己解决。我们先回去调查江晨列税的事情，交够了上面也不多要你的。哼！县城大人，都是一个村的，江家的到底怎么得罪你们了？现在还不让大家吃饭，难不成今天大家都饿死？忘本的东西！你爹都是靠我们的粮养大的，你们竟然敢这么对我们！天下的恶贼，骗我们粮食，坑我们田地，今天非打死你们不可！大哥，这些事都是我爹叫我做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是他想害你，不是我！江三叔，你当初哄我家那口子跟着江晨上山，一整夜不去找的时候，想过今天吗？还有你，要不是为了你，我下嫁给了张三坡，也不会有这一天。这都是你们陈家应得的，你们坏事做尽，丧尽天良。在这4个人疯了！你要是再敢胡言乱语，我不介意杀了你。反正死2个也是死，死3个也是死，你娘我一样不会放过。滚！别再让我看见，否则下次一定是你的死期。他娘俩你不管了？我那一脚可不轻。这黑山上危机四伏，2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，能活着出来再说吧。我现在练了武，也不怕。届时带着燕秋和全家一起习武，谁也没办法伤害我们。陈丰田一家妨碍春耕，应该会抄没家产，族人流放之后，用正常的种子播种，大家的日子应该会好过一些。各位乡亲们，等清点完陈家的东西，应该就会还给大家田契。
今年熬过去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怕就怕今年熬不过呀，大家已经快3年没吃饱饭了。所以我想请大家来帮忙给我家造个新房子，我也好早点迎娶燕秋过门。大家放心，工钱不会少，还管一顿饭，不定时给大家分肉。那可真是恭喜江二郎和沈姑娘了。江二郎真的假的？我老婆也能去吗？只要按时完工，都能来。你们回去休整一下，顺便帮我给乡亲们都说说，要来的等下午来我家报名字。这陈家被抄没，去城里没车坐。等过2日，我再带你去城里挑些首饰和衣服。我愿意跟你一起走路，多远都行，只要你别不带我。好，那我以后去哪儿都带着你。